校地的活用啊，这个未来会变成显学。也不用未来，现在就有了。高雄高雄国际商工在三多二路那边它再往前骑一点点就那个丹丹汉堡了啊。这一块这个国际商工啊就挂了，挂了之后嘞，完成了土地使用的变更，然后现在接下来要盖新的建案，然后还会盖社会住宅。好，然后还会说有一些商业营运的那个成果然后还有那个高雄医学院高医啊，高医的分部也会放在这边，反正就是活用起来。为什么？因为它等于在市中心，然后校地又大又方正那这个招生不利，这个学校居居了以后就可以拿来活用，而且啊，它有轻轨站它可以接轻轨，轻轨站它吃到的是卫生局站，卫生局站就轻轨奖励容积，对不对？奖励容积30%，好，那就弄起来就可以啊所以这些校地的开发价值其实都非常的庞大，只是说就要找一个不会被骂的方式来做。像这个我印象中做出来是要做那个高雄医学院医学的什么教育单位就对了啊。你说这边会增加多少就业人口也不会啦，那个就是学校教职单位。但是至少啊，正市区里头的校地就不像屏东永达那样子直接给它荒废掉烂在那边。校地活用的这个方式这个未来会是显学。自产课不说的秘密，40所大学将退场，1年消失 2.7 校，房市要崩了吗？先说结论至少30年之内你都还不用担心这个问题啦。嗨，我是买房阿元，订阅买房阿元，我先祝你老了有房也有钱。我们上一支影片聊了诈领租补已经会被移送检调，触犯的是刑法如果你还没看过的话可以看一下。今天我想跟你讨论大学退场加速中。我们来聊一个新闻标题我念一下：教育部估大一新生年减3500人，教育团体示警40所大专转型或退场对，这是我们来讲少子化看空一族听到狂喜的议题。好，就是大学嘛然后新生不够，那我带你用另外的观点来解读来先说一下这个新闻的内容教育部日前公布各阶段各教育阶段学生的预测报告预测报告里头预测了114学年的大一新生人数会跌破20万人，129学年将会减至 14.6 万人，未来16个学年平均年减3500人反正就是雪崩式的下滑这样。那接下来至少还有40所大专院校会面临转型或是退场，就大学倒闭了。那他现在预测是15年之内，也就是说未来啊，平均1年啊要去倒掉 2.67 间大学就是这样。然后你看我划线的地方，私校工会吴中春理事长表示，在少子化的影响之下，扣掉读公立大学的新生以外，剩下的大一新生人数只够50所私校维持正常经营，也就是说未来私立大学会怎样？直接倒掉一半。再来你要知道倒掉的大学会怎么样？校地对不对？很厉害啊，又大，对不对？好，那我们就来讲这些大学倒了以后会变怎么样。先说结论，不知道，政府也不知道，政府现在也没有答案，遇到一案再来做一案这样。例如说你看这件新闻，退场私校未善加利用，屏东永达荒废如鬼城。新闻中提到的永达技术学院退场已经几年？9年了。然后校地是怎样？这9年来在干什么？在那边荒废长草，地下室直接变鱼池。原因是什么？土地使用分区，那个校地是属于文教用地，文教所以它的开发用途都很受限。你如果要做其他开发，你要先变更地目那你变更地目，你要变更文教用地 ，OK， 土地财团就会变成这样就卡住了。那现在那个文教用地只能干嘛？只能用作学校、教学场所或是长照使用。然后它的校区又属于屏东的闹区，土地的估值是多少钱？40亿。对啊，它土地那么贵，结果现在只能盖学校这学校就是学生不够在那边倒的嘛，那你又只能盖这个，或是长照中心这个谁有办法接受？然后在去年才公告实施的私校退场条例，由行政院来协助私校退场。如果学校没有负债的话，就会以怎样捐赠的方式将校地提供给劳动部使用。其实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是劳动部，劳动部拿了这个校地要做什么？好，那如果有负债的话，由学校负责清算，或由劳动部来处理一部分土地用以还债，之后再将校地交给劳动部这样。
然后现在正在讨论了就是说能不能将退场的大学拿来盖社会住宅这个也在演绎中，不晓得能不能成功。最后你要知道，少子化会影响房地产吗？好，我们来讨论房地产这个大学倒掉以后，旁边的租屋市场会怎样？我就不讲了，这个大家都心里有数，就能跑就赶快跑。顺便补充一下，你不要想说这个倒的速度很慢例如说真理大学淡水真理，这个你听过吧？大家都听过吧？真理大学2022年的新生注册率是 46.27%， 少一半了，对不对？所以如果没有改善的话，很快就会轮到它了。那我们再来讲今年的大一新生人数是接近20万人，等15年后他们几岁？33到37岁就是我们现在这个年纪差不多该买房的年纪。然后他们的爸妈现在的年纪差不多落在大概40到50岁甚至60岁的阶段。你应该有认识几个就是这样的。好，那我问你，现在40到50的人通常生几个小孩？1到2个嘛，对不对？也就是说一个小孩最差可以分到1/2的父母资源。那如果是一个的话，就是独享父母全部的资源。那你结婚的话双方爸妈的资源都会给你。简单来说，就是这个小孩要买房子，会有3对夫妻来供养他，他本身跟他老婆然后他的爸妈然后他老婆的爸妈大概是长这个样子。所以他们买房子会相对比较没有压力，应该比你还没有压力。当然到时候的房价多高我们也不知道。我要表达的是就算这15年之后新闻上面说的少子化导致大学退场，买房子的需求也不会不见，因为我们的家户数还是持续增长的。那什么时候会萎缩呢？正式萎缩救无可救的那种，我个人估计是30年后到时候全台湾1/3以上都是65岁的老人，才会实现家户数减少比增加的还快。那这个就到时候再说，30年后应该我们都要退休了，那这就不是我们能够烦恼的事情反正我们是年轻的时候顾好自己的资产，慢慢累积，老了有房也有钱活得比较愉快。我是这样想你觉得呢？最后我想问你，你觉得政府要出台什么政策来救少子化比较合理？ A. 生2个小孩就不用缴税再多税都不用缴。 B. 生3个小孩就送你房子还可以自己挑。 C. 直接引入印度人口对讲个题外话，就是现在的房地产市场很冷清那让你感到害怕，不太敢继续置产。我的看法是这样先说结论，现在是对高雄市低总价的中古屋而言，教科书级别的巴菲特，别人恐惧我贪婪时刻真的我没胡乱因为高雄市的重大建设跟民间投资跟工作人口都还持续的在盖在成长，都没有停。2026年开始会陆陆续续的启用或是开幕，而且像台积电的正式上班人数嘛，也都还在成长中，还没有完全发酵。以现在的自产周期要出租放生满5年来看现在真的是比去年疯狂的去年还要美的进场时间点。我认真我这种重大建设旁中古屋的流派就是这里好，赚不是最多但是稳健到爆。天塌下来了，有预售屋顶着嘛那我都还持续在看你不用怕，因为我们的目标是老了有房也有钱关税台币升值就不过是30年自产周期中的一朵乌云而已。安北高雄、南高雄自产中古屋就找台湾房屋美术资讯店林店长处理，赖就加小老鼠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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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个 go 加这个赖来慢慢看 po 给你的房子都挑过都有战斗力的。反正天塌下来了，有预售屋顶着了，我们中古屋真的是非常的稳健安台北市、新北市自产就找肖店长，赖就加小老鼠掰台北直接看低于实价登录的房子。最后请你购买我买房阿元的 YouTube 频道会员我会挑出能够拉抬房价的重大建设我的高雄自产作业就直接给你抄，1个月250块钱，自产高雄之前上个保险非常的便宜。你有购买会员的话，就我回答问题会详细也认真很多那通常会用到录音去好好讲，这样没有买的会员我就简答。老了有房也有钱，这个目标才是我们的追求。现在就点开资讯栏加入会员，直接开始抄作业。我是买房阿元，加入会员，祝你老了有房也有钱。
讲八卦，讲八卦，校地的活用啊，这个未来会变成显学。也不用未来，现在就有了。高雄高雄国际商工在三多二路那边它再往前骑一点点就那个丹丹汉堡了啊。这一块这个国际商工啊就挂了，挂了之后嘞，完成了土地使用的变更，然后现在接下来要盖新的建案，然后还会盖社会住宅。好，然后还会说有一些商业营运的那个成果然后还有那个高雄医学院高医啊，高医的分部也会放在这边，反正就是活用起来。为什么？因为它等于在市中心，然后校地又大又方正那这个招生不利，这个学校居居了以后就可以拿来活用，而且啊，它有轻轨站它可以接轻轨，轻轨站它吃到的是卫生局站，卫生局站就轻轨奖励容积，对不对？奖励容积30%，好，那就弄起来就可以啊所以这些校地的开发价值其实都非常的庞大，只是说就要找一个不会被骂的方式来做。像这个我印象中做出来是要做那个高雄医学院医学的什么什么教育单位就对了你说这边会增加多少就业人口也不会啦，那个就是学校教职单位。但是至少正市区里头的校地就不像屏东永达那样子直接给它荒废掉烂在那边。校地活用的这个方式这个未来会是显学。我看一看很多那个要退场的学校快不行的学校，建商可以去谈看怎么谈只是前面也提过了，它的变更土地使用分区的那个难度实在太高。你要把文教地把它变更到可以盖房子、盖住宅来卖，太难了。那就看未来要怎么继续推进。我跟你说，那个国际商还不错是因为它还有这个奖励容积那个可以使用，让它的这块地开发出来是有价值的。那更多的私校本来就在哪里偏乡，那烂在那里，真的就烂在那里了。那能做什么？我不知道，政府也不知道这个就在研究。那你说长照好像也是有道理。然后我们再来讲另一个八卦有非常多的那个菜篮族自产都喜欢买在学校旁边，说可以租学生源源不绝的学生。那我跟你讲按照我自己出租的经验不要租学生会比较理想。如果你真的是吃那所学校的租客，你也不应该选学生，你要选教职员。教职员很多，一个学校里头不是只有学生他还有老师那他还有在各个行政单位里头工作的人比方说大学系的系办系办公室里头也会有一些行政你租给他们，那个才是真的稳定，你知道。学生的问题是就出逃就贼那个，然后没有经历过社会的毒打，然后什么都在主张自己的权益，怎样有没的，很麻烦寒暑假还问你说可不可以不收钱可是他要继续放东西，问题很多，真的很多。学生的事情是很多的，毛很多的他们就是把权益看得很重，所以东西坏掉或者怎么样，全部都来骂房东。如果你是租给那个已经在社会上工作的我跟你讲，反而稳定，反而相安无事学生最常会遇到的东西是那个吵闹吵闹到就学生也不知道怎么想的可能觉得去敲对方的门然后在那边跟他讲会不好，都直接报警了手机一拿起来就报警了就这样。我相信大家在那个大学的时候或多或少都有听过。总之就是这样，你如果是租给学生，那你要真的很有本事去管理不然你会很麻烦那我个人最推荐学校附近要出租的对象是教职员，那个才叫稳定，然后又没事然后又安全又单纯。不要租给学生学生就是各种开趴，各种干嘛，然后男女朋友的事情，然后动不动报警，没有很喜欢。还有寒暑假，然后他们的经济能力也是比较差的嘛，然后那边跟你凹那个钱，我个人觉得没什么必要。真的要租就是租给教职员会理想很多，当然也有什么租研究生、博士生这些选项。总之就是说，这是一个迷思大家觉得说在学校附近，然后有学生套房租给学生是一件很好的事情，理想很美好租全部都是那个青春女大学生然后来做个社房东什么的很好，实际上管理乱七八糟的，你不如租给教职员反而大家都是出了社会安安静静的，然后大家彼此过自己的日子，不会有什么太大的问题。就是租给教职员远比租给学生理想很多。我相信你去问比较有经验的自产客他们都会这样跟你讲，就是说不是租给学生，你在学校附近的房子你不是租给学生，你就是要租给那个教职员才会比较理想。学生问题实在是太多。
那谁要租给学生？就给那个不知道的或专做或是根本就不管的人去接纳这些大学生哦，会比较就这样。他们想去做学生市场，他们就去做。我们就是做教职员市场，那个经济实力也比学生好，那问题也比学生少，参考看看。那我们今天这支影片里面讲的什么学校退场嘛，国立的应该都还不会出什么事情，甚至继续少子化少下去会变成什么？会变成说以后台湾的年轻人人人都是国立大学毕业，学生就不够，你还考，你考筛掉以后大家没有学生，这是爽在哪里？就会变成这样。以前考上大学不管是私校还是怎么样都是很厉害，都是知识分子，都是大学生。那到现在满街大学生，大学生含金量就变低很多了。那未来会更进一步更严格一点，就会变成未来满街都是什么国立大学生。没办法，你少子化，你学校要活，你只能这样所以买在国立大学附近应该没什么问题。那买在国立大学附近，你也不要想去租那个青春女大学生，你就是乖乖的就去租给那个国立大学里工作的教职员或是行政的职员，这样就好了又稳定又没事然后那个学校基本上也不会倒，这才舒服吧。你最近在找室内装潢公司吗？我查到一个有趣的资料讲给你听，就是说民众在找室内设计公司最讨厌遇到的几个状况。来，第一个，设计师承包商收款后跑路，对吗？这确实很糟糕，因为这等于是装潢蟑螂，这就要打诉讼了。可是房子还是拆在那边很讨厌这样。不过我知道有一家不会这样，因为他几千万的门市在家装潢都是老板自己买自己装的有那个财务的实力。那现场也有直接可以挑瓷砖挑板材的地方大门市找得到人，跑不掉。那真的做爆了的话也兜得了底都还赔得起。第二点是施工不良，日后漏水我都施工了还漏水，这样这也确实很麻烦，因为都住进去了嘛。那到时候为了要修漏水，可能还影响到邻居搞得家里又要变工地。不过我知道有一家不会这样至少豪宅案子也是敢委托他们去做。那第三点是恶意追加费用，预算严重超支，这个也是很糟糕，就是通常是发生在那种跑单帮的设计师就他是先低价报价，然后把案子接进来，然后后面再一直加，反正我都拆下去了，那你不加也不行，就会感觉像被绑架一样。这个我观众也反映过非常多这种情况。不过我知道有一家不会这样，因为他们就做10几年了那这个案例上跟那个施工上跟他的售后去看他的 Google 评论评价就知道了。你刚刚看到的画面全部都是他们家以前施工做过的案例照片。接下来我都放完工后的照片给你看。先说结论台北市、新北市地区的朋友，反正就是蘆洲，他们店在蘆洲开车30-40分钟之内可以到的地区。那家里要装修或者自产的要装修，就找这一家室内装修公司先问问看。汉一室内装修，因为我有认识老板，那又加上很多双北的朋友在请我推荐室内设计公司。双北什么老屋翻新隔套老公寓预售屋交屋要整理要收租的，我就推荐这家汉一室内装修。汉一陈老板案件经验非常丰富，他给我历年来的施工照片，案场超过100场照片超过27000多张，我都不知道怎么挑那加这个 LINE 可以跟助理先描述你的需求，甚至直接传屋况的照片，初步谈一谈之后应该就会去丈量了室内设计是这样就你找谁不是找，就是找而已嘛，就是怕被骗怕被敲而已嘛那我推荐我信任汉一陈老板。那你的房子要装潢那就找汉一室内装修，先加他们先去问一下。双北装潢就找汉一室内装修。买房阿元推荐，总是比在外面乱找还要安全一点。现在就加 LINE 的 ID 是小老鼠HANYI 汉一。